欢迎来到月雷的妙想故事，这次主题是亚特兰提斯的传说。小梅，你听说过亚特兰提斯的故事吗？夏日午后，图书馆自习室里，微风轻拂，吹得书页沙沙作响。书桌前，对住对面正在埋头苦读的同学阿晨说道。小梅放下手中的历史课本，抬头看向阿晨，眼神中带着一丝好奇。亚特兰提斯就是那个传说中沉入海底的古老文明吗？听说过一点，但不太了解。阿晨神秘一笑，将手边一本厚重的神话故事集翻开，指住其中一页说：没错，就是它。最近我看了一本关于亚特兰提斯的书，发现这个故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和精彩。你想听听看吗？保证比你课本上的历史有趣多了。小梅看了看阿晨眼中闪烁的光芒，知道他又要开始说书了。小梅笑了笑，点头说：好啊，反正也读得有点累了，来听听你的超神话版本。阿晨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述。故事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在一个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古老地球上，有一片神奇的大陆，那里住着一位非常厉害的海神，叫波塞顿。波塞顿可不是一般的神奇，他法力无边，创建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王国——亚特兰提斯。哇，听起来就很酷。小梅忍不住插嘴。阿晨得意地继续。波塞顿有5对双胞胎儿子，也就是整整10个儿子。他把亚特兰提斯大陆分成了10个区域，让每个儿子各自去统治一片领土。而他最看重的是他的长子亚特拉斯。亚特拉斯不仅继承了他父亲的智慧与力量，更被波塞顿指定为整个王国的最高统治者。也因为亚特拉斯的名字，这个伟大的王国才被命名为亚特兰提斯。小梅听得津津有味，追问道：那这些儿子们都乖乖听话吗？毕竟有10个呢。阿晨点点头。一开始当然是这样。有一天，波塞顿把所有儿子都叫到了他的宏伟宫殿里，他语气严肃地对他们说：孩子们，这片广袤的大地是我们的家，我已经将它分成了10个区域，由你们来治理。亚特拉斯，你是我最信任的长子，你将承担起最高统治者的重任。亚特拉斯听了这话，显然有些惊讶，但他很快就坚定地回应道：父亲，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责任，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不仅要守护好我自己的领土，更会与我的兄弟们共同维护这片美丽大陆的繁荣与和平。波塞顿看到儿子们如此团结，非常欣慰，他再次叮嘱道：孩子们，你们虽然各自统治着自己的领土，但我希望你们永远都能团结一致，共同让亚特兰提斯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从那一天起，在波塞顿和他的10位英明儿子的共同领导下，亚特兰提斯真正成为了古地球上最繁荣、最辉煌的王国之一。他们的都城建在大陆的中央，那里不仅有献给波塞顿和他妻子的宏伟庙宇，还有一个专门祭祀波塞顿的神殿。这个神殿可不是一般的建筑，里面金碧辉煌，用黄金、白银、黄铜和珍贵的象牙装饰着，简直是极尽奢华之能事。听起来就像是迪士尼乐园里的城堡，还是升级版。小梅打趣说：可不是吗？阿晨也笑了。而且亚特兰提斯的海岸线上还有巨大的造船厂，船坞里停满了3段桨的巨大军舰，码头上更是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和商人，他们带着各种奇珍异宝来到亚特兰提斯做生意。亚特兰提斯王国真的是富裕强大，除了他们岛屿本身物产丰富之外，来自埃及、叙利亚等地中海国家的贡品也源源不断地运到这里。他们还有个特别的规定，就是10位国王虽然在自己的领土上拥有绝对的权利，各自采取不同的国家组织方式，但为了保持良好的沟通和维持联盟，他们每隔5到6年就会在波塞顿神殿齐聚一堂，讨论彼此的关系以及统治权力相关的事宜。不过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阿晨的语气变得有些沉重。尽管10位国王一开始都非常英明，各自的国家也都很富强，但很不幸的是，这些国家在享尽繁荣之后，不久就开始出现了腐败的现象。小梅皱了皱眉。这么快就腐败了，人类真是经不起考验啊。是啊。阿晨叹了口气。在亚特兰提斯，最令人惊叹的科学成就就是他们的能源系统。根据一些传说和催眠透视记录，这个文明的能源系统核心是一种叫做磁欧石的东西，它是一种6面体的巨大圆柱体状玻璃物质，非常神奇，能够吸收太阳光线，然后将其转化为巨大的能量。这么厉害，简直是科幻小说里的黑科技。小梅惊讶不已。可不是吗？
这块磁欧石被设置在亚特兰提斯首都波塞迪亚的太阳宫内，它能够创造出连我们21世纪的人类都还无法理解的宇宙能源。它能把这种能量集中并增强，然后以一种强烈到无法直视的光线向全世界传播。亚特兰提斯人不仅把这种光线发展成了强大的动力能源，他们甚至还能用它来让人的身体再生，这让亚特兰提斯的人民过住无忧无虑、快乐幸福的生活。听起来像是天堂一样。小梅喃喃自语，阿晨的语气再次变得低沉。是的，但即使是天堂，如果人们开始堕落，也会走向毁灭。随着时间的推移，亚特兰提斯的10个国王越来越沉迷于享乐，他们贪婪无度，渐渐忘记了作为统治者的责任和使命。他们不再关心人民，只顾着自己的私欲。宙斯，众神之首，看到了这一切，他非常愤怒，决定要惩罚这些堕落的人类。宙斯怒斥道：你们这些堕落的人类，竟敢背弃自己的职责！今天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这在宙斯发出怒吼之后，一场毁灭性的地震和洪水随之而来。亚特兰提斯大陆在短短的1天1夜之间，就完全沉入了海底，从此消失在地球表面。小梅听得心头一震，久久说不出话来。阿晨见小梅沉默，接着说道：不过，这个传说中的超文明并没有就此彻底消失，因为亚特兰提斯的一部分人，他们似乎预知到了灾难的来临，所以他们提前离开了大陆，融入到了世界各地的人群之中。古老的神话传说中还提到，亚特兰提斯的幸存者们将他们的先进知识和文明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这才促进了后来埃及文明和玛雅文明的兴盛。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古文明在没有现代科技的情况下，却能建造出那么多令人惊叹的建筑，以及拥有那些我们至今都无法完全理解的知识。哇，原来如此！小梅恍然大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古文明会有一些相似之处，而且他们的发展好像有些超乎当时的常理。对啊，而到了19世纪中期，一位美国的考古学家叫做德奈利，他花了一生的时间去研究和收集关于亚特兰提斯的资料，最终他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书名叫做《亚特兰提斯：太古的世界》。他在书中提出了亚特兰提斯存在的可能性，也因此被后人誉为科学性的亚特兰提斯学之父。阿晨讲完故事，喝了一口水，看向小梅：怎么样？这个故事是不是比你想象的更有趣？小梅点点头，眼中闪烁着光芒。确实很精彩，我从来没想过亚特兰提斯的故事会是这样的。不过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很多东西。哦，说来听听。阿晨好奇地问道。首先，小梅沉思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拥有再先进的科技和再丰富的资源，如果统治者和人民都走向腐败，最终也会导致毁灭。亚特兰提斯拥有那么强大的磁欧石能源，可以让人返老还童，简直是神仙般的生活，但最终还是因为贪婪而沉没。你说得对。阿晨赞同道。他们的科技发展到极致，精神层面却落后了，最终导致了文明的崩溃。而且，小梅继续说，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权力真是把双刃剑。10个国王各自拥有绝对的权力，一开始还能团结一致，但时间久了就开始腐败。是不是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或者说人性的弱点最终还是战胜了他们的理性？很有可能。阿晨点头。这让我想到了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些问题，权力过于集中，没有约束，确实很容易滋生腐败。你看那些历史上的王朝，很多都是因为统治者骄奢淫逸，最终才走向灭亡。还有那个磁欧石的能源系统，小梅眼中闪过一丝憧憬。如果真的有这种技术，那该多好啊！可以解决能源危机，甚至让人们的寿命延长，真是太不可思议了。阿晨笑了笑。是啊，如果这种技术真的存在，那我们的世界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但同时，如果这种强大的力量落入不怀好意的人手中，也可能带来灾难。就像故事里的亚特兰提斯人一样，他们拥有了超能力，却没有好好利用，反而用来享乐。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在警示我们。小梅总结道，科技的发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类的精神文明和道德修养。如果只顾着发展科技，却忽视了人性的修炼，那么再辉煌的文明也可能在一夜之间毁灭。没错。阿晨打了个响指。这就是我读完这个故事最大的感触。亚特兰提斯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神话传说，更像是一个预言，告诉我们要居安思危，警惕人性的弱点。你说，如果那些亚特兰提斯人能够一直保持初心，不被权力和财富腐蚀，
他们会不会一直存在下去，成为真正的永恒王国？小梅想了想，摇头说：很难说，或许这也是人类的宿命吧，总是在进步和毁灭之间循环。但至少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思考的机会，让我们知道有些错误是不能重蹈覆辙的。就是这个意思。阿晨高兴地说。而且这个故事也很有趣，对吧？尤其是最后，亚特兰提斯的幸存者把知识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这让我想到了很多文明的起源，说不定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呢。谁知道呢？小梅笑住说。这就是神话的魅力吧，它总是留给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也让我们反思现实。这次听你讲完这个故事，我对历史课本上那些枯燥的文字突然有了更多的兴趣。也许那些看起来很普通的历史事件背后，也隐藏着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神话呢。阿晨满足地看着小梅。看来我的说书还是挺成功的，下次我再发现什么有趣的故事，再讲给你听。小梅点点头。好啊，不过下次换我来讲一个故事给你听。我最近在看关于古埃及金字塔的书，听说里面也有很多未解之谜。阳光透过图书馆的窗户洒落在他们身上，因为一个古老的故事展开了一场关于文明、科技、人性和命运的深度对话。他们不知道，这样的交流或许比课本上的知识更能激发他们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如果您看到这边，谢谢您的观看，记得按赞订阅，大家拜拜。